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一顶很漂亮的帽子。已经没什么形容词，不是可爱啊，就是漂亮。因为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形容词，但是它就是漂亮，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它。首先呢，它就是一顶遮阳帽，那上面呢是6片帽的这个圆顶的这个带型。那其实它也是一般俗称的渔夫帽，只是呢我们多了一点点变化，就是呢我们在后面做了一个立体的蝴蝶结啊，然后后面呢不是后面头发，是后面呢这个帽檐呢，我们是做交叉。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女生她是会绑马尾，那我们做交叉的话呢，你的头发绑着的时候，你就不会不对照，你敢不敢？它就不会被这个帽檐给卡住。所以呢，我就是设计了这个帽檐是这个交叉的这个方式，然后加上一个立体的蝴蝶结。那然后里面呢，像这顶是这个素面的棉麻啊，因为要让你们看这蝴蝶结这样比较明显，对不对？好，这个型真的很漂亮，它是有点像立裁的方式哦，去把这个蝴蝶结呢跟这个。这个跟着啥帽身呢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其实是一体成型的啊，所以就是感觉上相当的这个立体又好看。然后呢，你戴着，因为现在夏天真的是太热了，太阳真的是太大了，而且无缘无故还会下起雨来。那我们有个帽子呢，第一可以遮阳，第二还可以遮一点点的小雨，让你的头发不会马上被淋湿。然后呢，帽檐够大，也可以阻挡比较大部分的这个阳光。那重点是戴起来要好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素面棉麻我是配了这个点点的哈，然后里面是纯棉的，所以接触你的皮肤呢就不会让你过敏啊。也不要去用那个混纺材质的哈，有时候混纺的材质当里布的话，你会戴起来比较不舒服，反而是流汗呢，你会。这一圈会越来越痒，越不舒服哈。那里面就是这样，就是整个都是就是很好看。那因为我做完之后我觉得太美了，真的是很好看，立体感十足，然后又你说她很淑女吗？又不会太过于淑女啊，一堆蕾丝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又做了这一顶，用这个美国的这个蜡染布。那美国蜡染布这个就限量的，所以这个像这种材料包，就是材料包卖完就没有了，就几顶这样，可以出几顶就几顶，因为它的这个布料本身进口就不多，而且呢，它每一顶做起来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因为蜡染布它本身啊，它的一整组布。扫下一整组布呢，它的那个图案是一直有变化的，所以呢，你每一顶做起来的感觉都会不相同。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个蜡染布，那蜡染布的颜色其实美国的那个蜡染布颜色相当美，像这一顶是彩色的，那就很有夏天的气息。然后它是薄棉，那里面我配的就是结纱，让你的帽子呢本身。挺度还不错，而且不会太单薄，那遮阳力是绝对是非常好的那就是像这种彩色的，它做起来就每个人裁法不一样，你的颜色绝对不会跟我的一样。也就是说呢，你做出的那一顶，有可能说那个花色啊，分布在哪里呢？就是独一无二的，就会完全不相同。那可是呢，就是一样都会很漂亮。像这个颜色很多彩，就是很好配衣服。那当然，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布料，就做起来就是会比较跟人家不一样。那如果比较一般的布料，像这种花朵，对不对？花朵的布料呢，就是比较一般，但是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样很简单的花，而且像我自己因为胖嘛，现在就穿深色衣服，那这样戴一个这种比较有颜色的，不是有变化的帽子，就是在简单中有一点点设计感的这种花朵呢，你就会觉得相当的有质感。那后面也是一样，是一个立体蝴蝶，样式都一样啊，但是不同布料做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呢，我就多做了几顶。那像这一顶呢，我还做了这顶是，你不觉得特别小吗？因为这顶是那个小朋友版的，就是我的材料包有附5个尺寸，然后你们可以依照你们头围去选择你们要的尺寸。那这是大人版的跟小孩的，你看就有差头围就有差。你们这样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那小朋友呢，因为他帽子很容易
乱拿乱掉，就不像我们大人比较没有像身体长虫一样爱口口喵呜吧。所以呢，小朋友的呢，我就自己又加了这个提袋。你们这个我版型没有附，可是你们可以自己加，就加在你的左右两边左右各一条。然后你可以买像我这样指滑扣，那这个指滑扣我们公司我们店也有卖，你就可以跟我们买这样指滑扣，就可以帮它束紧，然后或打开，然后如果你怕它不小心脱落跑出来的话呢，你也可以下面打个结，这样呢它就不会跑出来了。那当然你也可以打蝴蝶结，那当然小朋友比较好动的话，可能蝴蝶结没2下它就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做个这个指滑扣，然后让它扣住呢，它不戴的时候它就可以往后然后就挂在脖子上，然后等要戴的时候戴起来之后，我们这样子它风吹也比较不会跑掉，因为小朋友那口肿物就很容易跑掉。那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平常就可以稍微翻起来，那就可以大人跟小孩可以戴一整组的，是不是感觉很温馨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想要试试看说，这小的版型 O 不 OK，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个尺寸比较小的。好，那我们的材料包就有5个尺寸，你们到时候可以选。那除了这个呢，你知道我有多疯狂吗？因为真的就是觉得非常好看，所以我就发神经了，毛起来做了一个这个配色款的。因为配色款真的是也是很特别，我就想说素面的如果你都是一直素面，我觉得有点无聊，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里部的地方呢，跟这个蝴蝶结呢，把它加在一起了，这样是不是感觉就很棒？那就是有这个紫色系，然后还有蓝色系，那蓝色我就是配水蓝色的，那配水蓝色的话就是有点海军风的感觉，所以戴上去呢，它里面是这个水蓝色是浅色的，那你的那个肤色呢，脸呢就不会显黑就是里面的话，我们就会那个接触面看起来是清爽的，然后蓝色呢就是会比较好搭你的衣服。当然你也可以做自己，如果你们到时候有做的话，你们也可以自己说做成浅蓝色的表面然后是深蓝色的里部，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黑白色我是一定会做的。当我做完这顶黑色呢，我黑色我是搭有点这种米灰色的这个配色，做完之后觉得气质度真的是100%，真是太好看了，就觉得很有那个Chanel的味道嘛，就非常好看。所以呢，我自己就想要说，那我也要戴，因为我隔一阵子我会跑出去澎湖玩个2天，带我们家的狗狗去玩2天，所以呢，我就做一顶白色的，然后是黑色蝴蝶结，是不是很酷？超美的，2个人一组，根本就是有时候放在那边你就觉得很爽度就超好的，就很美。所以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喜欢的颜色你都可以做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做红加黑黑加紫然后那个白加红白加蓝就都可以，就随便你们自己喜欢的配色去做搭配。那我就是配了这几组颜色，基本上呢，只要你配起来就很好看，是不是超级有质感的？这很像专柜的那种帽子所以我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做这一顶帽子。难度不高，真的不高，很简单，蛮好做的。那当然，帽子的这种东西就是版型在困难，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版型然后呢，这个就是帽檐的部分，好，这是帽檐的部分，一个表布，一个里部。然后呢，这个是这个帽身然后会有两片，这个材料包上面都会有写。然后呢，里部是表布还有2条这种4片有4片这种长长。那记得我们布衬贴到我们做的那个记号为止就好了然后呢，如果你是像这样子蝴蝶结要配色的呢，蝴蝶结如果你是要配色的话，请你怎么样，在那个剪接一下。只要一边，如果你2条都要配色也不是不行，但是如果你想要像我一样，就是说，这个结的中间呢是不同颜色的话，你就只能配一边，这样打起来才不会整个蝴蝶结都变成另外一色，这样懂吗？就是一边要剪接，另外一边不要用剪接记得好，所以裁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然后呢，注意先看影片，你们再去裁布，不要剪错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开始来这个做这个帽子咯。
好，那刚刚的介绍有点长，就是首先要介绍大家这个配色跟它的那个特色。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正式来车了。首先呢，这2片这种单独的没有长一根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车。我们首先要车的是这个长长的这个奇形怪状的这个东西。好，那这个正的这个帽身呢，基本上我刚刚说了，布衬只要贴到我们打蝴蝶结这部分不要贴衬，不然你的蝴蝶结打起来会变很硬，也打不太起来。那我们要来车不是车这里哦，不是，我们要来车这一段，这样长长的过去，从这里这样子过来，然后再回来这里。好，我们就来开始车咯。那我们上次有跟大家问过说，要不要开灯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这个车是本来是有灯的，那很多人就觉得说，不要开灯比较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就不开灯咯，那就是结果我也不开灯，不开灯，结果我也没开电，好好笑。你看开灯会这样子，你们会比较看不清楚，那我就是不开灯。好，那如果你们觉得说，最后还是觉得开灯好，你再留言给我，我下一篇再来看怎么样去调整。好，不要叫另外打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一个人在拍片而已，我没有什么灯光师我都是一人作业，所以没有什么剪接师、灯光师，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所以不要叫我再去打灯，我没有那个人手。好，我们回针一开始就是一定要回针，然后就沿着这个边缘去车。好，沿着边缘去车。像这样。车到这个弧度的时候，就慢慢的转过来，然后回针，然后这个弧度的地方呢，都要剪牙口。就这个弧度，这里很弯，所以呢，你的牙口呢要剪密一点。那上面也是有弧度所以我们也是稍微剪一下，剪到哪里呢？剪到这一段就好了，因为这段基本上是直的所以你剪到这里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要车另外一边。那接下来车另外一边呢？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打蝴蝶结的时候会有一个上下的关系所以我会建议一边你们车一样长，一边你们就可以车短一点点了。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想要蝴蝶结自然一点，你也可以不要把它剪短。我自己会剪短个1公分，好让它的蝴蝶结等一下在打的时候呢。你不剪短也没关系，就是蝴蝶结会比较自然一点。要不然我就这一边呢，我就会把它车小一点点，这样车短一点点了。那你不车短也都没有关系，都是一样可以打得起来。然后呢，弧度一样。要剪牙口，一样剪到这边就可以了然后呢，这里多余的缝份呢，我们就把它剪掉。好像这个尖角角的地方呢，我们就把它剪掉。这样等一下你翻到正面会比较好翻。那这个帽子呢，我等一下会停下来去熨烫。为什么呢？因为帽子车起来是立体的，如果你不先把这个帽子呢，如果我没有先熨烫好的话呢，等一下我这边就会不好烫，就会不好烫，就烫不平。所以等一下我会离开去熨烫一下。所以这个，因为等一下离开熨烫，我就是先车这样，然后这一片呢，看一下这片比较短一点的。因为通常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蝴蝶结的部分，我2条呢，我右边这一条会长一点点，你有没有看到就长了一点点长一点点是因为我打蝴蝶结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右边这一条会拿来绕，那拿来绕呢，它就会需要比较多一点点的布，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会拿来绕的时候多一点点的布呢，我就可以怎么样，让这2个蝴蝶结的角呢比较一样长，你懂吗？就是让它的角会比较一样长。刚刚打错颜色，好笑。
因为你这条要去绕，它的2个角会比较长，比较一样长。那相对呢，因为我是右撇子，所以我比较短的那边呢，我会留在左手边。好，这是一些小细节啦。那如果你们不要做这个，这样也可以，就是2条蝴蝶结你要做一样长也可以。那我自己本身我会把它剪短一点，所以我左手边这一片呢会比较短一点。那比较短一点呢，等于是说我这一片打开的时候，好。这个打开的时候，它会是在左手边，对不对？然后呢，我的左手边这一片，我就来连短的这一片哦，我就要连着这个帽身，好，我就会连在它的左边。记得哦，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如果你没有要跟我一样说蝴蝶结有长短的话，你就随便车。但是有一个重点是，一个一定要车左边，一个一定要车右边。好，等一下会跟你们讲。好，反正这一片我先车起来。那我是3片车在一起，3片车在一起之后，我再来把那这6片连结在一起。好，先把它车起来好了，因为怕一开始用讲的你们会听不太懂，一直讲你们会听不太懂，一定要车到一半再讲。那这时候你缝缝要打开哈，缝缝打开再继续车，这样你的帽顶才会漂亮。好，那这一片呢？这一片我是不是车在这个2片的左手边？也就是说，我这一片呢，这一个，另外这个，我就要车在它的右手边。好，它就要车在它的右手边。为什么？为什么呢？车完跟你说。那我们这次的版型真的很棒，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真的花了快1整天去画这个版型，就是为了要画5个尺寸，就想说大家头尾不太一样，有没有？我就画了5个尺寸给，就是你们自己去选哪一个尺寸，然后把它剪下来，还蛮难的，就是版型不是太过于难画，但是我要把它画得好哦，尽量画完美一点，就要花一点时间。好，这个呢，我们就在它的右手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2条带子的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这里就是后中央线。好，有没有看到这2条带子呢？这里就是后中央线。因为蝴蝶结我们等一下是绑在后面。那我们车到这个康掌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把这个缝缝先烫开。烫开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就是先把它掰开，先烫下面这里。因为它是弧度，你没有办法一次到位，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是先烫这个下面的部分，好，先把它烫，用熨斗，好，你要用这个推也是可以啊，只是要推六条线，好，像这样子，然后呢，再把它转过来，再把这里摊开，等一下用熨斗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哈，啊，再把它这样推开，好，再把它烫平。这样呢，你的正面就会弧度就会比较漂亮，懂吗？好，那等一下我会去熨烫，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先把这个帽檐也车起来。好，那帽檐我们就是正反2片呢，正面呢，基本上我的这个表布呢都是贴厚布衬，然后呢里布呢我都是贴薄布衬，也就是说，我们的材料包里面我会附上版型跟2种布衬给你们。好，那你们就是把它贴好。就是薄布衬跟厚布衬。好，然后呢，那如果你自己想要2边都贴薄布衬也可以，那你就自己再去买薄布衬来贴哈。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想要帽子太过于厚，那你也可以都贴薄布衬。那你也可以只贴一边布衬，另外一边就薄薄，那你的帽型就会软一点，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哦，哈。好，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沿着这个边缘呢，把它抽起来。车这种东西你不要用力拉它，一拉它就变形。嘿，然后呢，到了这个弧度的地方，我们就要剪牙口，所以我们就把锯齿剪刀拿起来，免得剪到天荒地老，你都还剪不到对面边去哈。锯齿剪刀我们家也有卖，我这支锯齿剪刀呢是可乐牌的。
那有点贵，所以我后来就是进了另外一个牌子的，效果一模一样，只是那支剪刀我放在公司的工作室，所以效果都一样，都一样是锯齿的，只是价格差了2-3倍。这支真的是有点夸张的贵。好，把它剪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来。那翻到正面呢，它现在这样有点圆圆的，是不太好翻，所以呢，我要告诉你们怎么翻哦。翻到正面的时候，当然就是很简单，是不是这样翻？这样翻感觉就不是很漂亮，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是翻到正面之后，你给它放着，然后手呢就进去这样给画一个大圆，有没有？原来画一个大圆，这样呢它就会很漂亮的呈现了。那等一下我去烫那个缝缝的时候，我会顺便把它压扁，压扁的话我等一下比较好车。然后呢，蝴蝶结这个长长的地方，我要教你们怎么烫因为如果你翻到正面的时候，它会不是很好烫，所以等一下我们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缝缝这里先在这个缝线上面，这个缝线这里，我们就直接把它拗过来给捂嘞，就这样子把它烫一烫，然后这边也是一样，一整条就是这样烫过去。你翻到正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变得很好烫。翻到正面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吃针那个0.1公分的缝缝，所以呢就会变得非常好烫，它的边边就很容易推到旁边去。所以呢，等你们要做的时候试试看，记得缝缝的地方稍微这样翻过，缝缝的地方把它往上折，然后呢就把它这样子把它烫一烫，这样子你翻到正面的时候，它的缝缝呢就会变得比较好烫。好啦，那我要先去熨烫咯。不是啊，我还说要去熨烫，我根本忘记车里布了，好不好？对不起。所以呢，我们里布呢有6片这种帽身，然后我们里布是贴薄布衬，我们来把这个帽身先车起来，等一下要一起去烫。里布的这个帽身也是要烫的。来，那一样哦，是3片3片接3片3片去接。那里布的话，你就可以比较放轻松不用去考虑它的左右关系啦，还是什么挖割舌那种复杂的关系都不用考虑，我们就是直接把它车起来。1接2， 2接3，你不要一次接到6呢，因为如果你一次接到6的话你等一下要熨烫就不太好熨烫。一样车的时候要把缝缝打开。那我们车这个的话你要注意的是你的帽尾，你不要每个都只差0.2、0.1，那你6片插起来就会差很多如果你每一片都多0.1、0.2，那你整个头尾就会多了1公分，或少了1公分所以在车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的这个缝缝。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啦，我自己是帽子喜欢戴比较宽松一点，我不喜欢戴太紧。你想你孙悟空哥底下戴那个紧箍咒，对不对？所以我是喜欢戴松松的，而且有时候夏天你容易流汗你帽子戴太紧也是我自己会觉得还蛮不舒服的啦。所以我是觉得帽子你宁愿大一点点，都不要戴太小，因为太小也很容易让你的发型变形，会变成有一圈，有没有？那不是烧雾镜吗？对不对？好，就这样子。好，那我这个我们的里布那个帽身里布呢，就是像这样3片3片车完的时候，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去熨烫，先烫下面1节，然后再烫上面1节，这样懂了吗？好，我烫了一半回来，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回来跟你们讲一下，说这里烫为什么要这样做比较 OK。好，我们首先呢，我就会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子，我把缝缝呢都烫进来，大概就是0.1这样子。好，然后烫完之后呢，它会像这样子比较平整，而不会那种好像海带有没有忽宽忽窄。好，我们现在像这个是烫好的，等一下我们来
来，先不要管它，我们来看这一条要怎么翻。好，这条长长的呢，就像这样子，然后我把缝缝这里都先烫开了，然后呢，这一条我们长长的呢，就这样子把它从这里抓起来，打开，然后呢，就拿出我们的万能小竹筷，直接从这里戳。好，哎，这筷子的另外一边都是我的身躯，先这样子给它戳过去。它有点长啊，就慢慢戳，好。然后呢，把这个角角的部分呢，先把它稍微凸起来，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像这样，哎，穿过来了。好，过来之后呢，我刚刚不是说我们烫了0.1呢？你看它的边边就会变这样哦。虽然现在还是 QQ 的状态，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边缘？这里呢，就会多了0.1的感觉，有没有？这样呢，等一下你就会很容易的把布推到最边边去，这边也是一样，你就会很容易把布推到最边边。如果你没有做这个0.1的动作，有时候你的这个缝缝呢是整个塞在里面的啊，那到时候你要再把它烫扁的时候，很容易呢就会不会这样子，这个因为塞进去的这个缝缝不一定宽还是窄，所以呢你的这个带子呢就不会那么平整，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等一下我还要去烫一下。好，那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做，这个最后再来烫。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烫好的呢，我们先来把这个帽檐呢先车起来。好，把这个帽身啊，我在讲帽檐，帽身先车起来。那帽身呢要车的漂亮，当然就是这个六片呢，这个尖尖的点要把它对好。好，像我之前有时候懒得用这个珠针呢，对起来就对不好，好，就会车起来就会对不好，所以珠针呢两边的这个尖端把它对齐，好，度轨起料给它别起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车这个弧度，按那卡好掐啦，你不要一片一片1、2、3、4、5、6、7、8这样子，1、2、3、4、5、6没有7、8哈。这样子去接，你会很难接哈。你就这样3片3片，然后这个就一起把它车起来就好了。这样车起来就美美的。然后当然车完你还是要还是要去熨烫哦，哈。这样子完成，来看有没有漂亮？还不错有没有？这个帽顶就很漂亮。所以你要注意的是说，这2片就是后中心，好，这里是后中心，然后前面呢是有4片，1、2、3、4，这样懂了吗？好，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帽身也给它车起来。那当然都是要先把它这个缝缝烫开。我这片是不是忘记烫啊？哇哩嘞！我忘记烫了，烫了一片，忘记烫另一片，真是失策。幸好这边比较薄，用手推一下好了。真嗨呢，跟他老人痴呆嘞。常常，现在真的是记忆力有差，以前记忆力还挺好的，现在真的是记忆力差足多。好，我们再来把这个也把它车起来。不过我这人有个好处就是，虽然记忆力还不错，但是我平常不会胡思乱想或是多思多虑。但是记忆力，平常记事情也不是那么的灵光，至少不记仇。但是呢，就是需要用到的时候，就会好像把那个记忆的那个资料夹给翻开，然后就去想一下说，那天发生什么事。这时候我就会记忆力又变好了。那平常是没有在用到那件事的时候，我根本想都不会去想它。这应该算优点。好，那等一下我们里带身要烫的时候呢，除了要把这一片烫开，它的缝缝烫开，我们要把其中的2片呢缝缝下面的缝缝呢，把它烫固定上去。为什么？等一下，因为那边要留反口用的。那等一下再跟你们说为什么要那样车。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帽檐呢的这个四周压起来，好，让它不会亏亏。那就是你不压也没关系哦，哈。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想要有看到压线，那你把它烫平就可以了。漂亮的弧度，自己往旁边跑哎，我好棒！车久了哈，你们熟能生巧，车久了就可以像我一样，所以不要担心哦。我也是车很久哈，我又不是今天才刚练习裁缝，所以有些人说啊，看我在车很简单哦，我都车那么久了，如果我还车得很难，那不是不用活了，对不对？也不是啊，就是说，如果我还车得很久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对不对？那里面这一圈我们就可以随便乱车，只要把它固定起来就好。然后呢，把它对折一下，我们要来剪牙口哈。好，先把两片对起来看看，好，把这个缝缝稍微 Q 卡碎，让这个弧度呢可以漂亮一点。然后中央线一样要把它做出来。好，中央线把它做出来之后，缝缝如果觉得不是很 OK 的，趁这个时候把它这个弧度修漂亮一点。修完之后来剪牙口，来，牙口不要剪得太开哈，因为它的弧度还蛮弧的。哎，也不要剪太深哦，这样你车完你的帽檐会有一个洞。好，就剪个大概0.5、0.7的深度就好了，因为我们缝缝大约是1公分嘛。好，这样子呢，我先再去把这个缝缝呢烫一烫之后，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组合这顶帽子咯。好，我们将这个帽子呢都熨烫好了。你看，刚刚我们用那个方式呢去熨烫之后，这个长条状蝴蝶结的地方呢，就可以又直又漂亮的。好，这样子有2条，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车帽檐的地方喽。那车帽檐呢，我们首先把帽子呢像这样子，好，给变过来。然后呢，中央线呢对准前面的中央线。然后呢，我们就用珠针或是强力夹把它别住。好，用强力夹或是珠针把它别住。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旋转它，像这样子。那当然你也可以依照中央点去往这样子车一圈，但是我觉得这样是比较万无一失的哈，你的中央线比较不会跑掉，好，比较万无一失的这个做法。好，像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来车一圈吧。那一圈的话，我们就从这个边边开始车，好，从旁边开始车。好，来吧。我们有剪牙口，所以呢，在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拉。你一拉的话呢，你的帽围会越来越大哈。本来是给小朋友戴的，变成给大人戴的；本来是给大人戴的，变成给大头佛戴的，那就太大了。所以我们在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这个松紧度哈。那你还是要剪一下牙口，会好车很多。那我只别一边而已哦，因为我就是懒得别两边，因为最主要是要看这个从哪里起针哈。然后就慢慢的车一圈哦。因为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戴帽子，而且啊，我的头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剪口凹口也蛮适合戴帽子的。加上我头非常大哈，所以我在外面几乎很难买到这种适合的这个布
布做的帽子哦，很难找到。你要是说什么毛线帽那个还好，因为它有弹性。那像布做的帽子啊，我就很难买到，因为通常头围都太小。所以呢，我会自己做帽子的时候，我就还蛮开心的哦，终于可以，有那种适合自己的那个帽子。尤其你那头围太小，戴起来那个脸会显得很大，你知道吗？很可怕。那像这个帽子呢，它戴起来脸就会显小哦，就让人家真的是还蛮快乐的，大饼脸的救星啊，真的。好，我们这样很快一圈就把它车起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这个里布车在一起。好，那我们就先把它收好。那如果你是像那个刚刚有那个小朋友的帽子呢，你可以车2条带子，对不对？那你这时候呢，你就要把这个带子呢先固定在你的左右两边，好，依照你的后中央去固定在左右两边。这时候就要把这个带子车上去哦，哈，提醒一下。那如果你不需要固定带的人，就可以接着继续车。那刚刚我不是有说这个缝缝的地方呢，好，有一段要把它这样子先熨烫好，折起来，好，先熨烫好。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等一下反口的地方。好，等一下反口的地方，所以呢，先把中央线对起来。然后呢，这个是反口的地方，一样，先不要管它，我们要把这一坨包起来，像这样包起来之后，然后放到，把它这样子放进去里面。然后去车一圈，留反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6片帽的这个缝缝呢，好，接线的地方呢要对好，才不会车歪掉。哎，我的那个谁啊，熨斗突然在刷存在感，突然发出声音。好，那我们再把这6片呢。把这个帽檐整圈呢，把它固定好。嘿，像这样子，这个就急不得，你知道吗？因为帽檐是蛮重要的这个位置哈，就是说你帽子呢，除了帽型本身，重点是你要戴起来要舒适啊。哦，不是说你只是车起来就算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是反口的地方。那通常反口呢，你不太需要留到2片的这个宽度，大概是留1片半的地方。好，所以等一下我会从这一段呢车一圈，车到这里。好，来我们就来车吧。啊，记得不要全部车起来哦，全部车起来你是翻不过来的哈。等于是说，沿着刚才那一条线呢，我们再车一次。那车的时候呢，你要稍微抓一下，哎，像我这个什么没有缝缝没有打开，这时候就可以把它拆开来。一起再车一次，把缝缝打开。哦，缝缝打开呢，你的正面看起来比较平整，比较漂亮。不要车到很尽兴的，车到一圈你都车完了才发现你没留反口哈，所以等一下要注意一下反口要从哪里，要留反口，自己要注意一下。好，我快要到了，你看。从这里有没有？然后我就是只要车到大概只要留1片半的这个宽度呢，去把它翻到正面来就可以了。好，来，即将到达。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个反口的部分，好，把它翻到正面来。首先呢，我们先把蝴蝶结的带子抽出来，这样你会比较好翻到正面。哎，我这一篇真的解释的超级无敌详细的，对不对？好，翻到正面的时候，你就看到帽子的形状已经出来了，有没有？是不是很美？
然后帽子的形状就跑出来了，对不对？这2条是那个带子。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反口的地方先把它用珠针，先把它这个洞把它别住。这时候你就不能用那个，你这时候就不能用强力夹了，这个要用珠针，啊，然后用珠针呢，你在别的时候呢，要垂直的别它，像这样子，好，靠在这个缝缝这里，靠在这个缝缝，好，然后垂直的别它。什么叫垂直？就像这样。从帽檐的地方往帽身别进来，安呢，好，再一针。这支珠针真的蛮好用的，因为它很细，然后那个针的韧度挺好的。哎，这个我们也有卖，然后长度又够，好，像这样，小心不要扎到自己的手。好，就像这样，从那边车过来，从那边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等一下从这里车过来的时候，就可以一边把针拔开，好，把针拔掉。好，我们呢要来压线，压0.1的地方。然后就沿着帽檐哦。那你在车这个帽檐这个地方呢，你的时候，你左右手要把它掰开哈。除了这个反口的地方，其他要把它掰开，这样呢，你车起来才会在这个边缘上面。那这里的话就要小心了，这里不要用力拉，因为我们还没把它缝合，所以只要对好。好，把缝缝往上，然后把它对好，像这样，缝缝往里面哈，把它对好，然后就车。因为帽子简单了，车的时间短，我就可以多讲仔细一点。车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再把珠针拿起来。那如果你不拿起来也没关系，你珠针可以车过去哦，因为它珠针很细哈，你车过去它也不会怎样。来，我车给大家看，这支针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好，我快要车到它了，你就这样车过去，它不会车到，它车到针不会这样，它会滑过去。好，有没有？你有听到断针的声音吗？没有吧？好，针在这里，我再车一次哈。所以这个珠针没办法用了。那我现在就是一边要把它掰开，好，就直接过去了。有没有看到？嘿，针还在这，有没有看到？好，那我们就是两边都要把它拉开，让它车能够车在最边边。那不能一次车很长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圆弧状哈，所以你就是车一点点，拉一点点啊，所以没有办法一次这样像做那个带子一样，有没有？带子带口不是一次可以这样哇这样子车起来吗？这个可不行啊。我好像还有一支针还没有拔起来，要小心不要被扎到。你看，这针还在这，可以开。然后慢慢我们一圈车完就结束了，是不是有点觉得太简单了？好了，完成了。来，我们的帽子来看看，把这个帽身呢弄成一个漂亮的这个半圆形，好，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边缘这样子一圈就把它完成了。然后呢，这里蝴蝶结呢，好，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教大家怎么绑蝴蝶结。应该很多人都会绑，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绑不好。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蝴蝶结呢，右边会做长一点点，左边会做短一点点。如果呢你不是跟我这样的绑法，你要还是说你绑起来就两只脚不一样长呢，一样有这个比较自然的效果，那当然就是随你高兴。不然我来教大家怎么我的方式。好，我绑蝴蝶结的方式，首先呢这两条交叉，好，两条交叉，然后呢我会弄上下，好，他们是上下的关系，这样子一上一下。好，那一上一下呢之后，我就会下面这一条呢就要变成垂直，好，垂直有没有看到？
垂直再往下，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洞，我们就把它从另外蝴蝶结就从这里拉出来，这样，这个蝴蝶结就可以很正，好，然后很完美的完成，然后改 Q 后，安尼，有没有？那其实这个帽子有一个好处，就是万一你做的比较大一点点的话，你也可以靠这个蝴蝶结呢去调整你的松紧度，好，有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个很漂亮的帽子我们就这样完成了，是不是很棒？而且啊，戴起来就是，我们把镜头呢调远一点，镜头调远一点，好，不要动，不要动，好，像这样子。有没有？好，是不是很漂亮？它超立体的啦，这个帽子戴起来真的很好看我之后会有那个照片，就照片就是戴起来的那个样子给大家看，就很美。而且这里交叉真的，你头发绑起来的话就不会颠掉那如果像这样子有这个有配色的打法也是差不多，只是你要旋转就是说你一样是上下。然后呢，这边本来我们是这样子打，那因为你要让另外一色跑出来，就变翻过来，把你这个蝴蝶结翻过来，好，然后这边呢，垂直往下，然后呢翻过去，直接再从这个洞跑出来，对不对？那跑出来的时候，这个下面呢，这个下面这一层，我们再把它翻过来，从这里这样翻过来，这样你的蝴蝶结就完成了。好，因为现在是随便乱打的，所以有点不太一样宽。刚没有，现在打歪一边了，所以右边就会变比较短。好，但是打法就是一模一样。所以呢，就是大家要怎么样去做自己喜欢的帽子呢？我就觉得说，如果自己可以做一点漂亮，然后那个戴起来又可以遮阳，然后又可以防寒，其实这个如果天气忽冷忽热，你戴帽子，其实头部保暖对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的。头部保暖，你基本上呢比较不会突然发生什么意外。头部保暖非常重要。所以呢，像这样子的帽子呢，就是觉得有点造型，然后又有点可爱，然后它的遮阳性又很好的这种帽子，就是觉得很值得大家来做，而且我觉得也可以送人。那如果你觉得送帽子很奇怪的话，你就可以收它个10-20块，当成这个，帽子有什么禁忌吗？好像也没有，我也不知道。反而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帽子相当好看，所以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那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蜡蓝，就是很特别的这种彩色，那它还有黑灰色，然后这个帽子呢，它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那小朋友的帽子呢，那我们素面的还有这个紫色跟深蓝色，都相当好看，有配色真的是感觉就不一样。帽子衫帽子衫，然后小朋友的，你看它就小小的，也是很可爱，也很适合小朋友戴起来质感真的很好，真的不输专柜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如果你们需要这个绑带的，记得在刚刚要加里布的时候，帽檐车完之后要加里布的时候，记得塞这2条带子。那止滑扣我们公司就有卖，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搜寻，然后基本上就是压下去之后，它就可以上上下下的。好，打开之后它就会比较跑不太动，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布料去做这个带子，把它对折再对折就可以车起来了。所以像这样子呢，很漂亮又很好看的帽子呢，真的是很适合夏天、冬天，其实都可以做。那就是有需要的人呢，你们就可以自己做一顶帽子，让自己多一点造型，然后又是一顶实用的好帽。好，那就这样咯，那就是有需要的人赶快自己做一个吧，拜拜。